完我这心可难受了。俺家翟小达在学校让人欺负了，但还没敢跟我说，是他好姐妹的妈妈跟我说的。咋回事呢？翟小达在学校荡秋千，来了2个高年级小男生，先把他鞋给脱了，给他鞋给撇了，然后最后呢还给他推下去了。这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小男生来帮他解围，结果呢大家就都起哄，他就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班就有俩小女生说，就是因为你一下大家都玩不了秋千，你以后不要玩秋千了。然后接下来这2天课间活动，别的小孩都出去玩，他就在角落里坐着。我就问他，我说这事你咋不跟你妈说呢？我问了老长时间才问明白了。他说我可能是因为汉语不好，学校的小朋友们成群结伴的玩，好像也不咋带我。我其实朋友很少。这听完给我心疼的呀！我嘴上说孩子要理智的看待这个问题，要好好解决，我心里想我咋不去学校给那俩孩子收撕了呢？然后前2天我去带他看那个《熊出没》，伴我熊心，给乐坏了，现场还抱了一下熊二。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居然看一个动画片能看哭，就感觉这电影就《熊出没》也太懂妈了。就那里那大白熊，熊妈妈回来了嘛，就演他年轻时候，出场设置就是妈，也是颠三倒四，也是手忙脚乱，完事有时候还偷点小懒儿，有时候还贪点小嘴儿，也不是咱心中传统意义上那个烛光里的妈妈。但孩子一被欺负，你别管孩子长啥样，就哪怕熊二妈妈，哎呀妈，那个心疼，那个保护欲当时就上头了，就不行了。这感觉真是天下的人妈妈、熊妈妈都是相通的。然后我就在电影院我就想起来哈，我小时候不就是对眼了吗？让狗追的，就对上了，就治不好。哎呀妈，给我妈急的，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个事抱我脑袋看。哎呦我的妈，这人又斜好几度，再斜都指南针了都快，指南针了都快，就越来越斜。但是我妈自己说行，你看别人说啊，有一天我妈下班骑个又破又大的28大卡回来，一进院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就我背朝着所有小孩坐在一个小角落，旁边有个小姑娘说，哎，你看他长得多吓人，我学他，然后就学很像呢。当时我妈车一撇就疯了，薅那小姑娘过来，你现在给我给你道歉。当着院里所有的人就不行了，就完全失去理智。这个事儿他疯在哪儿呢？那小孩他爷是我爷的领导，也是我爸的间接领导，所以我妈属于就是很大义灭亲的一个行为吧。然后我也想起我的婆婆温迪，你们可能有的知道，大胖媳妇小的时候她亲生父母感情不和，她爸在很小的时候就 I don't like this， 拜拜就走了。然后这个街区小孩就都欺负他，没有爹嘛，就管他叫Buster，就杂交的种类那个意思。然后有一天他爸给打电话就说明天爸回来看你，他就告知了整个街上所有的小孩，明天让你们看看我爸要来。结果第2天一整天他爸也没来，3岁的大胖媳妇就坐在马路牙子上等他爸，等到天黑。然后街上所有小孩就都来笑话他，你不说你有爸吗？你是蒙着的，你是编的。然后大胖媳妇就跟一群比他大的孩子打起来了。然后很多年前温迪就跟我说，哎，你能想象我当时心里有多难受不？我咔家出去把那群小孩全踹跑，我寻思我大不了我就陪你，我看谁还敢欺负我儿子。我当时还没当妈，我那时候其实还不能理解他心里有多难受。我想的是，哇，温迪那么抠，孩子挨欺负的时候也是不算钱的。然后就想这个事儿，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就是你看我现在也好，温迪当年年轻时候也好，我妈年轻时候也好，那作为妈妈也都是很虎的。但是孩子对妈妈年轻时候是没有啥记忆的。等到咱们真正有深刻记忆的时候，咱们的妈妈已经开始唠叨了，开始烦你了，开始指导你人生了。所以我看《熊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最感动的是啥？就是他回到了熊妈妈年轻的时候，他也贪睡，他也偷懒，他也整不明白。但孩子一受委屈的时候，那个本能的爱，那个保护欲，就我看熊妈妈那个笨样哈，那还举个小胖手，誓死保卫自己小宝宝。那时候他想的也不是熊二将来能不能成才呀，就那一幕让我想起来，咱们每个人的妈妈曾经也是那个笨拙的熊妈，也是第一次当妈，也是一点一点摸索咋当妈。现在大家都过年了，回家了，见妈了，我就在想，为什么咱们和咱们妈妈们的相处中，会经常有一种无力感、疲惫感、闹心感？因为咱们这代人和咱们妈妈这代人的沟通是有点失败的。咱们的妈妈们只会说2句话，一个是我这辈子啥都是为了你，一个是等你长大你就懂了。那咱们这代人，我们当妈妈的时候，我感觉可以少说这样的话，多陪陪孩子，多一些正面的轻松的沟通，然后可以带着孩子看看《熊出没》这样的电影，让孩子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你的熊妈妈呀，曾经也是你这个年纪，也曾经傻了吧唧，也曾经贪吃偷懒，也会经常失去理智，她也是一点一点学会咋当妈的。你的妈妈也感谢你选择她来做你妈妈，也感谢你陪着她一起成长。祝你、你的妈妈、你的孩子新春快乐，兔年大吉。我婆婆招待了最好的朋友来她家吃中国饺子，结果包个饺子把家里现金流都包乱了，现在连超市都进不去。我婆婆最好的朋友奶奥米从加拿大东海岸大老远过来西海岸来找温迪。奶奥米刚来，温迪说今天立冬，我儿媳妇说今天得吃饺子，你跟我们一起包。结果可怜的奶奥米跟温迪一家包了1个下午，耗时3个半小时，一共包出来17个，就6个能吃。他们到底是咋包的呢？还真是我妈教的。我妈告诉温迪说，包饺子这个事儿哈，一定要有生产线，擀剂子、擀皮儿、塞馅儿、捏饺子，提前分好，流水线得走起来才能快。他们呢真是认真听的，分工无比明确，非常用心，以至于擀剂的时候先擀好了，揉成了数个小面团，放在了饭盒里，万事俱备，准备开包。但是加拿大的生产线它的确不一样啊！注意看，画面里的女人叫小温，她是生产线上第一个上线的人。温迪第一个上来，她依次完成了皮儿、馅儿、皮儿馅组装3个步骤。接替她的是她的老公布莱恩，再接下来上场的是她的大女儿，最后上场的是小女儿。然后温迪返场，再从生产线的开端进行循环。
我妈说的生产线它真的滚动起来了，但让人没想到的是，滚起来的是人，而不是线。3个小时过去了，奶奥米连口饺子汤都没喝着，看着外面逐渐黑去的天，奶奥米明白了，这饺子立冬肯定是吃不上了，立春都够呛，给奶奥米饿的呀。当天晚上改签回加拿大东海岸法语区去。温迪还想挽留着你，再等等，怎么不进饿呢？我说温迪啊，人家奶奥米是加拿大极为稀缺的印第安土著，这个血统在加拿大一共没剩几个了，要指你的饺子，那还得少一个。结果我们的温迪晚上在生产线上坚守太久，腿都抽筋了。我说这个年纪女性啊，容易缺钙，要注意保养。给你买了盖尔奇铂金液体钙，钙 DK 配方，这个 VK2 是钙有效吸收关键，小胶囊好吞咽，液体配方吸收也快，补钙不荒废，走遍中国都不累。这都不算啥，最好笑的是啊，温迪听说去年早打在铁岭吃饺子时候吃着硬币了，说这个是发财和幸运的好兆头，他没吃着，还挺遗憾。这次轮到他家包饺子了。他家也都想争这个好彩头，就非要也往里放硬币。家里把所有人的兜翻一遍，一共5块5面值的硬币全放里头了，一共包好30多个，没舍得吃，全冻起来了，留着以后慢慢吃。结果第2天全家去超市，他们都已经上车出门了。米扣突然说，超市门口那个手推车的往里塞硬币才能用，谁有硬币呀？那我硬币搁饺子里呢，布莱恩说我的也搁饺子里呢。温迪一摸兜，so do I 呀，完了，咱家硬币所有家底儿都搁饺子里呢，于是马上掉头回家画饺子。布莱恩捧着饺子说，画哪个呀？温迪说，我哪知道啊，咱家没有吸铁石，那咋整？都画了呗，超市要关门了。最后发现这饺子它包的慢，画的更慢。温迪急性子，直接把冻饺子都煎了。但是问题来了，当时塞了5块5，一共找出来4块5，饺子这4个人都吃了。那现在这1块钱的赃款，你猜它到底在哪里？哎，你能相信吗？大胖媳妇跟我一起去参加一个饭局，走错屋了，但毫不知情，跟一群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饭。昨天我有一个很尴尬的饭局，咋回事呢？就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想邀请俺家早打和拿铁一起去演一个电视剧，但是这个事儿呢就很耽误他俩上学，我就想婉拒他们。然后我就跟大胖媳妇说，我说一会儿中午这个饭局啊，你跟我一起去，你到那儿就2个任务：1热情陪伴，2温和婉拒，能不能做到？大胖媳妇说能。但是啥叫婉拒？我说就是一直说自己不好，以自己不好的理由拒绝对方。他说没有问题。结果中午我俩是分头去的，我就堵高架上了，我就给打电话，我说我肯定是要迟到了，你记住那2点没？他说媳妇没事，你别着急，我都记住了，交给我。到了现场他就直奔包房了，但在他眼里什么海棠厅、牡丹厅、剑兰厅这些汉字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他就非常害怕走错房间，就一直在各个包间门口徘徊，直到有一个屋的客人认出他来了。哎，那不大胖媳妇吗？他一听那没错了，这就是组织，推门而入，先自罚3杯，然后就坐下，还替我道歉。踩凉堵车，一会儿就到，我先跟大家吃。好巧不巧，人对方话也接上了。孩子呢？孩子也没带着呢，我可喜欢你家这孩子。大胖媳妇很警觉，开始婉拒。孩子们在家，拿铁现在应该在抠鼻屎，然后吃。早达这个点应该也开始闻脚丫子了。他们生活中其实是有点恶心的，说实话。然后对方有个大姐说，我不管，我就爱看他俩，长得像小外国人似的。大胖媳妇以为他是这里边领导呢。大胖媳妇说，你要真喜欢长得像外国人的，俺家长得就像外国人的，那肯定是我可以演电视剧，我演过。对方一桌6个人，没有人能听懂他想表达什么，但是也没有人在乎，因为大家都在思考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外国人他进来也就进来了，他为什么不走？就这样，他们驴唇不对马嘴的喝了25分钟。我到了之后，我赶紧进屋找他们，一进屋发现大胖媳妇根本没在，我以为他上厕所去了，我赶紧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干啥去了？大胖媳妇那边都喝嗨了，告我喝着呢，你快点的。我一听完了，肯定出岔子，我就开始满饭店找他，我心里这个气呀，但是我同时安慰自己，张彩玲，你不正愁最近大胖媳妇太正常，视频都不知道录啥呢？你要相信你的男人，你终究是多虑了。最终我在隔壁的隔壁找到了他，脸都喝红了，桌上除了他我一个也不认识。见着我，大胖媳妇跟我说呢，哎，你可算来了，放心吧，我说的非常好。我一进屋一个婉拒，到现在就没有一个人跟我提电视剧的事儿。人家还问呢，彩玲你们干啥呢？我猜是不是录恶搞粉丝短视频呢？我说恶搞粉丝我的确是没想过，但是短视频肯定是要录了。那大姐特别热情跟我说，她从进屋开始我就开始录她，你把热点打开我就传给你。这事儿太丢人了，为了挽回颜面，我逼她下血本送了我一套赫莲娜新年非凡礼盒，有黑白绷带面霜和新品黑绷带眼霜，这么有品位的礼物瞬间给我拿捏了。新年送她，祝对方一展龙颜，心意满满，和大胖媳妇一样成为高分段送礼选手。后来回家我就说她，我说你是怎么做到跟一群陌生人吃了25分钟的？她的回答吧，居然还有点心酸。她说，也许对于你来说，只有那一屋是陌生人，但是对于我来说，整个饭店都是陌生人。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陌生人。能不能一桌吃饭，用你们的话说，就是缘分到了，你也有责任。你来那么老晚，你是上错车了？我说我车没上错，这个事儿你不懂，我这个叫上对花轿嫁错郎，嫁错郎。